海贼王截至目前一共登场了5位太阳神尼卡，2个真，2个假，1个一真一假，实力也是参差不齐。第一位5档路飞，拥有这片大海上最自由的能力，想象力具象化，觉醒后还会给橡胶的肉体带来更上一层的腕力，哪怕防御力拉满的凯多也防不住路飞觉醒后的一拳。但路飞目前还没有完全把尼卡果实的上限开发出来，必须要在埃尔巴夫再升级一次，不然以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伊姆的对手。第2位乔伊波伊，首位橡胶果实觉醒能力者，800年前的最强战力，当时就是断层存在，也是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霸王色霸气第一人，震退五老星，单人展现裂天。很难想象乔伊波伊如果像伊姆一样活到现在，那究竟会是一位多可怕的存在。第3位巨人罗德，假冒伪劣太阳神，登场时压迫感满满，本以为会是个王者，结果是一个连青铜都算不上的黑体，实力弱的一批，连危机小插曲的反派都算不上，只是一位穿了太阳神着装的小丑罢了。第4位波尼，冒牌太阳神。波尼直观看到路飞的5档形态后，便使用果实能力扭曲了自己未来，接着变成了跟路飞一样更自由的未来姿态。外表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但他只能使用3档的招式，并且从力量和恢复力等个角度来说，与真正的尼卡形态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第5位王子洛基，他自称自己为毁灭世界的太阳神，与路飞解放世界的太阳神刚好属于对立关系，一个正，一个邪。洛基吃了巨人族代代相传的恶魔果实，具体是什么能力暂不清楚。不过尼卡是埃尔巴夫传说中的解放战士，那么洛基吃下的这颗传说果实，有没有可能和尼卡也有关系？洛基会不会真的是太阳神，就如他所说的是毁灭世界的邪恶太阳神呢？上一任女帝被尾田公布出来之后，外网直接炸锅了，都说她就是路飞的妈妈。仔细看的话，两人长得确实很像。如果真是母子关系，也解释了大雄为什么会把路飞拍飞到女儿岛。当初草帽团成员被拍的岛屿都不是随机的，因为大雄去过那些地方，也调查过岛屿的人为和环境。索隆道的克拉伊喀那岛是因为鹰眼在那里，可以帮助他提升剑术。弗兰奇在机关岛也是为了提升科技能力，而路飞落入女儿岛是想让他学霸气，同时让路飞能有个庇护。况且在109卷的 SBS 上，尾田也说了大雄只能拍飞他去过的地方，说明他绝对是来过女儿岛。大雄作为龙的左膀右臂，肯定知道龙过去的经历以及他的妻子是谁。路飞的妈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卡普和龙也从未提及过，说明已经不在人世了，并且是一段非常虐心不愿提起的过往。巧合的是，第3代女帝托里托马就是因为得了相思病死的，而这个病症每一代女帝都会患上，必须出海才能治愈。作为前任女帝的夏琪，就是因为跟在雷利身边才活到了现在。托里托马的花种是剑叶兰，既是代表热情、追求光明和希望，同时也代表了思念之苦，有极大的可能由于特殊情况没办法陪在龙和路飞的身边，最后才爱而不得去世的。One Piece 最终大战正式打响，晋级的12位强者谁会率先出局？6组对位阵容已经被海迷们匹配好了，分别是路飞对战黑胡子，龙对战加林胜，萨博对战赤犬，巴基对战伊姆，香克斯对战臭克斯，科比对战青雉。具体谁会率先被淘汰不好说，但12个人分为6组 1v1 单挑，一定有人会进败者组。毫无疑问，黑胡子肯定会输。尼卡代表的是太阳，黑暗是战胜不了光明的，他的对手可是带有主角光环加所写挂的路飞，想打赢是绝对不可能了，争取自己不会下线都算运气好了。我很想知道科比何德何能进的决赛圈，他要是以现在的实力对战酷仔，那只有死路一条，轻则缺胳膊少腿落败，重则直接被冰封冻死。我实在想不出来他拿什么碰瓷元大奖。萨博想打赢赤犬挺难的，两人的战斗经验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果实能力也是上下级关系。萨博唯一能和赤犬抗衡的只有体术，但杀兄之仇会给萨博叠上疤，赤犬很可能会被剧情杀。加林胜估计有很大概率会输给我，他的身份既是天龙人，也是旧时代的人，老一辈的强者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个神秘人应该就是传闻中红发的双胞胎兄弟臭克斯、香克斯，最后有可能会与臭克斯同归于尽。很早之前，各大论坛上就有人在讨论红发结局会牺牲，不过这也只是部分人的猜测。伊姆最后毫无疑问会输给巴基大神，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实，没有人能战胜他的霸王色运气。最后夺得大秘宝拯救世界的会是路飞，但获得海贼王头衔的人绝对是巴基大神。海迷们眼里的小逼灯却是尾田眼里的亲儿子，为了把科比保送到决赛圈，就连35亿的大剑豪鹰眼都被拒之门外。海军的前辈们为了腾出这个空位更是煞费苦心，绿牛藤虎主动弃权，黄猿故意放水淘汰，英雄卡普给他探路，甚至曾被称为未来海军元帅接班人的斯摩格连决赛圈的报名资格都没给。所以江湖哪有什么打打杀杀，到处都是人情世故。不过我得承认，科比确实也是个天才，2年时间进步神速，嘴上说着自己是普通人，结果天赋让主角都自愧不如。路飞觉醒霸王色缠绕看起来只用了几天时间，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经有10几年的战斗经验，外加雷利的基础培训班，又报名了台老师的期末冲刺课，最后脑袋被敲了3棍子才领悟到霸王色的高级用法。然而科比这小子加入海军之前就只是个普通人，进了海军后天天不追击海贼，就在大本营做俯卧撑，然后因为卡普一句你是海军的未来，就突然学会了霸缠。这一拳的威力程度不亚于拳骨撞击。其实仔细瞅一圈年轻一代的海军，你会发现同时期确实也就只有科比的成绩最出色，表现最亮眼。
剩下的这些的确都拿不出手。换句话来说，海军出现十分严重的实力断层。海贼这边除了超新星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年轻强者。再看看海军这边，大将以下没有一个能打的。赤犬如果在12强的对决中被淘汰，科比被捧上元帅的话，真的有点让人担心海军的未来。你知道海贼王10大最强杀招都有谁的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红发的神臂都进不了前3。第10鬼泣9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索隆目前伤害数值最强的招式，将3把刀缠绕霸王色并挥砍敌人，一瞬间就能清空敌人血条。不过当时对手是防御力极强的凯多，所以只打破了龙鳞，给原有的伤疤又打开了。第9桃园石拳，挥舞缠绕武装色霸气的双刀，再发出速度极快的十字飞斩，杀伤力极强。玉田用此招冲上天空，曾给凯多留下2道不可磨灭的巨大伤疤，并将对方击落地面。第8克穿刺波动，手术果实觉醒后的招式，将 K Room 附加在刀上，将佩刀身长数百米贯穿敌人的身体，然后产生波动，从而给敌人身体造成剧烈的破坏。被世人称为钢铁气球的大妈就因为硬吃这一招，半条命都差点被打没。第7颧骨撞击，卡普老爷子80年功力的全力一击，虽然比不上颧骨冲击的范围大，但是威力却更强。巨大的冲击力能够打猎与蜂巢岛融为一体的恶正，等于一拳就足以摧毁一座岛屿，简直强到没边。第6冥狗，都说宁挨凯多10棒，也不接赤犬一拳，这还真不是玩笑话。被岩浆化作的冥狗打中不死也得惨。此招不但攻击速度非常快，精准度也高，几乎很难避开。赤犬凭借此招打死了白胡子，打掉了青雉一条腿。第5神臂，罗杰和红发都掌握的绝招，是能够将霸王色的霸气以冲击波的形态挥出，范围很广。30亿的大海贼硬吃这一招都直接被秒了，所以见了神臂都得赢。第4生龙火焰八卦，凯多最强的招式，用火龙大巨的头部缠绕霸王色霸气，以强大的冲击力撞击对手，撞击时会产生剧烈的爆炸效果，同时灼热高温会将所到之处的一切瞬间融化。第3霸海，凯多与大妈2位四皇的组合技，2人并肩站立，同时向前方挥舞武器，发出巨大迅速的冲击波，其威力足以将前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一切灰飞烟灭。第2人神枪，5档版的橡胶巨人手枪，拳头大小与整个鬼之岛相当，是目前路飞的终极大招，不知道100个民歌能不能挡得住。第1名2轮花掌握，在目标身上长出2手臂旋转式绞断东西或紧紧握住物体，虽说不能一击毙命，却可以让每个男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招式，隔着屏幕也能让人感觉到很疼。排在第1实至名归。未来岛篇草帽团全员升级，但只有索隆被大砍一刀，最强的一个能力却被新设定毁了。最新一话，艾米特释放了乔伊波伊储存800年的霸王色，瞬间将五老星打回了圣地，看起来是救了弹头岛我方所有人，但却害惨了索隆。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海贼王的官方生命卡更新了索隆的完整介绍，由于他的霸气一栏只写了见闻色和武装色，而没有霸王色霸气，导致各大论坛的海迷们议论不断。有人觉得是官方忘记写了，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误会索隆有霸王色能力了。根据霸王色能够封印的这个新设定，可以证实那都是玉田储存在研磨之中的霸气而已。在和之国鬼岛决战中，凯多和大妈都对索隆有过评价。当索隆第一次用研磨进行攻击的时候，凯多从研磨的刀上感受到了玉田的气息，同时大妈也察觉到了这把刀十分危险，他警告凯多千万要躲开剑气。之后索隆再次攻击并打伤凯多，凯多带有疑问的语气说道：“难不成你也有霸王色？”不过索隆自己也不清楚，毫无疑问那股霸气压根就不是从他身体里出来的，而是由研磨释放的。况且索隆只要拿起这把刀，就会有霸王色散发出来，这绝对不会是巧合那么简单。总之他只要发动技能，大佬们称赞总是会给研磨。从以上几点来看，索隆的霸王色全都来源于研磨。这把刀存储着玉田的霸气，就怕未来索隆一开大，鬼气在身后形成玉田的影子。不过仔细想想，这也算是一次换刀的好机会和理由了。山治怕失去自我而踩碎战斗服，从而真正觉醒了体内血统因子。那么喜欢搞对称的尾田一定会让索隆毁掉或者换掉研磨，然后凭自己的实力真正觉醒霸王色霸气，最终走向世界第一剑豪的高峰。